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上次有跟大家提过哈，就是说从今年3月我们台湾的疫情解封之后呢，很多的实体活动啦、实体会议啦、实体讲座啦等等都纷纷的恢复了。那现在日常的例行工作很明显的忙碌起来了大家都是一样啊。那我们直播的跨国的后制团队也是人人非常的忙碌他们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参加直播呢是他们的志工性质的因此呢要维持每周1次的线上直播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前置作业也蛮多的各位要看这个直播之前呢，我们的后置工作也蛮多的那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很忙的情况下呢只好呢要减轻大家的负担嘛那我们准备说从这一集开始原本1集40分钟呢把它缩短为30分钟左右这样减轻大家的负担那其实这个也是目前网络直播存在的一个趋势也是势之所趋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嘛比较没有耐心呢去听太长的演讲了，尤其是每周1次频率蛮高的更是不容易虽然我们直播的时间缩短了，但内容呢并没有减少，而是必须呢更浓缩了以前有加水的，现在就要放原汁的啦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考验。那不管时间长短我们还是要用心的筹备，用心的策划，用心的分享，用心制作不是有做就好了，而是要做就做最好。所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学习呢就像逆流而行的船只不努力前进的话呢，就只能顺着水呢往后退。所以要让精进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样就不会有忙碌的感觉了。好，我们现在就要来进入今晚的主题啦。魔高1尺，道高1丈那可能有人一听会质疑说，你有没有说错因为大家都是讲道高1尺，魔高1丈甚至把这句话呢当作口头禅意思是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邪恶势力总是能够找到更狡猾、更危险的方式来对抗我们也就是说，邪恶势力永远是凌驾在我们之上令我们难以去对抗，所以才会说道高1尺，魔高1丈嘛。那你怎么讲魔高1尺，道高1丈呢？那到底是道高1尺，魔高1丈，还是魔高1尺，道高1丈呢？其实这个是见仁见智的没有一定的标准。如果你的道能够降服恶魔那你就是道高1尺，道高1丈那恶魔就是魔高1尺而已相反的，如果你的道降服不了恶魔，那你的道只有1尺，恶魔就是魔高1丈举个例子来讲譬如5欲的财色名食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贪念一升起来了，这个就是道高1尺，魔高1丈了。因为我们已经受他的引诱了嘛。同理不如意的事情摆在我们前面我们脾气发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也是道高1尺，魔高1丈所以道理是活的不是呆板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标准也会因人而异那关键就在于我们会不会被他影响我们受他影响了，就是魔高1丈那这个就是魔胜过道。相反的，我们不受他影响，那这个就是道高1丈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道胜过了魔佛胜过了魔那佛家也常常拿道高1尺，魔高1丈来告诫修行者谨防外界的诱惑因为要培养正气不容易时间要很久，但是邪气要胜过正气或者迷信邪信要胜过正信，确实很容易也就是说，要净化人心很不容易
但是要误导人心呢、蛊惑人心呢，就很容易。以现在社会的风气呢，跟人心的这个脉动来看呢，确实是如此啊。各位看看民间信仰的活动，人人十分狂热啊，善男信女啊，人山人海啊，万头转动啊，连政治人物都想去插一脚来蹭自己的声量啊。但是正信正念的宗教活动呢，参与的有心人跟有缘人呢，就明显偏少了，就没那么多了。所以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它的道理。然而，如果把它改为更积极乐观的正思维啊，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是道胜过了魔啦，正胜过了邪啦，这样听起来呢，就更有正能量了。好，我们先来讲什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举例来讲比较清楚啊，现在的盗版东西很多嘛，那一间公司正在跟盗版的商品呢做对抗啊，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心血、精神、资源等等啊，要打击这个盗版活动啊。而魔高一丈的，就是代表盗版者呢，他不断的创新盗版的能力啊。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跟执法机构合作，盗版者呢，还是能找到新的方法逃避监管啊，使得问题呢更为棘手啊，更为复杂，难以应付啊。这个就是魔高一丈了。其实现在日趋严重的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嘛。这个是科技时代的新名词啦，也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要去认清的跟面对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啊。因为认知作战就是魔高一丈啊，这魔高一丈的具体展现啊，我们唯有去认清它、了解它，才有办法呢，想办法去拒绝它，而不被它荼毒，才不会中它的毒，也才不会被假新闻或假信息呢所蛊惑跟误导了。这样子的污染源呢，我们要有亲近的智慧去判断真伪，分辨虚实。只要能够做到以正破邪啊，拨乱反正啊，或乱中生定啊，这样呢就是道高一丈了啊。相反的，如果做不到，那就会魔高一丈了。好，那什么叫做认知作战呢？认知作战是一种影响人们思想、信念跟行为的战略手段，它通常是透过心理跟讯息呢在操作，来实现它特定的政治、军事或者社会的目标啊。那认知作战的现象就是什么？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它明目张胆的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跟我们的理性跟理智呢，不断的在拉扯。那我们唯有提升心智，看清，有能力看清它的真面目，才能够不被它所影响嘛。因为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啊，不得不用心去洞察。各位参考一下我们以下所讲的这些认知作战的现象看看是不是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第一种，谣言跟假新闻也就是透过散播不实讯息跟假新闻呢，来影响公众的观点，并且削弱民众对国家或社会的信任度。第二种呢，资讯操作了，刻意改变或扭曲讯息，来错误引导人们的观点，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通常是透过社交媒体啦，或网络论坛啦，或者是网络里的广告呢来进行我们很多群组嘛，群组里面也常常会有一些不正之见甚至是假讯息跟假新闻的渗透其实也不是有人刻意上传而是传的人呢自己也一时不察而信以为真因此不但自己被误导，也误导了群组里面的人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嘛。
防不胜防啊。第三种呢是网络攻击啊，透过骇客或者网络渗透来窃取讯息、破坏讯息或篡改讯息，进而对网络基础设施或社交媒体账户呢进行攻击啊。我们刚刚看新闻嘛，一些政府机构被网络攻击的新闻时有所闻啊。好，第四种，社交工程啊，利用心理学跟人际关系的技巧呢，试图欺骗、操纵或影响人们的行为跟决策，让无知跟欠慧的人很容易因为偏听而上当啊。这个在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容易被骗的人啊。第五种呢，群众心理影响，利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跟群众的群体力量来塑造价值观，用这种方式呢来影响群众的态度跟行为啊。很多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群众运动就是这样子做法啊，目的就是要形成一股特定的集体意识，来凝聚一股影响大局的力量。那其实这种现象在选举中呢更为明显好，以上这5个认知作战的现象，此时此刻呢正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了，甚至藏在细节里还伪装的让人不易察觉。既然魔心险恶我们对它就要有清楚的认知，才不会造成敌我不分他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我们就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才是道胜过魔嘛，也才有办法以道驱魔以正破邪那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用来提醒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呢，需要警惕种种的诱惑啦。那道是指修行的功夫叫做道嘛，魔是指什么？修道的障碍啦。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指修行的功夫呢，每提高一层呢，魔障也会随之高一丈这样的警惕啦。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它的道理，也很有警惕性。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则更有积极性跟主动性意思就是说，无论魔鬼变得多么高强高大，正义跟道德的力量也会更加的坚强跟强大在面对艰难邪恶或挑战的时候呢，只要能坚守正义跟道德的原则力量就会不断的增长。这叫做德不孤必有邻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贵人出现呢，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嘛，一起面对魔境嘛。那其实呢，外魔容易应付，内魔才是难应付内魔就是指充满在自己心中的烦恼跟恶见。恶见是指什么？指错误的想法跟外道的邪知邪见那为什么内魔会这么难应付呢？为什么？因为出现在我们心中或生活中的恶魔它常常会化身为令人有好感的形态，你看了会很喜欢诱惑你嘛。而且它不但随时在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呢，危机之处就在于它藏在暗处，又善于伪装我们不容易察觉这样我们就拿它没办法了，没办法吗？其实也不会啦。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啦。什么办法？只要每天都保持有静思、独处、沉淀、自省的时间，就能清明朗照，反观自照。那朗照跟自照就是在照妖啦，照妖镜那个照妖啦，让妖魔鬼怪呢无所遁形。以前我们读书会常常会分享到说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就要让它置之一处，久久不动，时间久了，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好几次了但是因为例子太好用了，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只要这杯水是清净的，自然很清楚能够看到沉淀在杯底的杂质啊。那这个是用来譬喻，不管是内膜还是外膜啦，任凭它再怎么厉害呢，全部无所遁形。你再怎么魔高一尺，我们都是道高一丈啊，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啊。也就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的佛掌心啊。魔很会诱惑我们，偏偏我们又那么容易被诱惑。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诱惑呢？因为呢，内神通外鬼啦。台湾话叫做内神通外鬼啊。那其实说好听是内神啊，其实就是内鬼啦。只是我们自己神鬼分不清而已啦。那这个内鬼跟外鬼呢，通力合作啊，里应外合啊，内外夹攻，前后包抄，我们很难去抵挡。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是道高一尺啊，可是恶魔却是魔高一丈啊。双方一阵激战过后呢，恶魔险胜，那我们当然就是插翅难飞啊，很难逃离魔掌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被恶魔围困的情形啊。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啊？有时候是魔不迷人，人自迷啊。魔没有要迷惑你，魔只是站在那里，是你自己跑过去看到而被诱惑，是自己先对号入座，是自己先自投罗网。这个时候你不能去怪外魔，要怪自己的内魔，自己的心魔。你不要去逛百货公司，就不会被那些什么周年庆全面打折啦，结束营业大拍卖啦，租约到期买一送一啦，现金折价券啦，还有什么老板不在随便卖啦等等这些都在诱惑我们呐。是你自己跑去给人家诱惑，不是吗？其实人很奇怪了不出去逛街好像也没缺少什么，一逛下去变成什么都缺。这么便宜不买很可惜，买一送一，买到赚到，此时不买看待何时啊？这就是贪欲的这个内魔开始在招兵买马了，让我们呢起心动念没完没了很难收拾。连平常很节俭的人呢，这个时候都会出手大方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买一大堆东西回来，仓库囤积了太多物品，堆了一大堆，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到哪一天要搬家了，去整理了，才发现这些东西已经过期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自己买东西的原则是这样子只要很有需要的，稍微贵一点的，我还是买；没有需要的，再怎么便宜就是不买，也不会因为周年庆打折就去买更不会因为逛街来打发时间。其实没事在购物中心里面这样闲逛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看到哪里走马看花，漫无目标，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其实这个就好像流浪汉一样，感觉很不好我是很排斥，因为太忙，没有这个时间即使有时间，我也不要做这件事情时间还可以用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嘛。其实购物中心的这些诱惑也可以叫做魔高一丈了。我们如果只是道高一尺就很容易被这个境界呢自废武功了。武功不是被外魔废掉，是被自己的内魔废掉了。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克制欲望不为之所动，眼睛看看就好啦。Window shopping不要轻易出手能做到这样就叫做道高一丈啦。不过了，讲回来了，其实眼睛看看也是有风险最好不要去逛，就不会去看。因为眼睛虽然是灵魂之窗很重要，但却也是欲望之窗看到就要吃到，看到就要买到，不是吗？有一次在志工的营队里的问与答的环节里面
有人就提问了：生活中有许多的妖魔跟魔考啊，请问要如何有效破解魔障？破魔的工具跟方法是什么？问这个题目啊，这应该也是很多人心中的问题了。无论佛境也好，魔境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啊，只要我们的心动了，就是着境，跟境界沾染的意思啦。那心会着境，是因为七情升起来啦，七情六欲的七情啊，哪七个啊？喜怒哀乐爱恶欲啊，这七情的念头起来了啦。这个时候呢，就把一句佛号念出来，魔障就消除了啦。叫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实在无法度。这台语啊，没有本事实在是没办法了哦。要有本事，就要懂得尽本分。懂得尽本分，就是有本事。那用佛法来消除魔障的方法有84000个哦。所以法门2个字，法就是方法，门就是途径啊。刚刚讲的嘛，有佛法就有本事，有本事才有办法啊，就是这个道理啦。哦，其实心外无佛也无魔，以前我们常常讲了哦。那佛魔都是自心所造嘛。那什么是内魔呢？我执我见，知见不正，思想偏差，心生无明，爱发脾气，心灵脆弱，跟种种的烦恼跟外道的邪知邪见等等，这些都叫做内魔。那这些内魔会捆绑我们的身心啊，让我们苦不堪言啊，而且我们很难去破解它。然而，就因为难，所以我们才要来修炼功夫啊，寻找妙法啊。那学习跟修炼之道有它的次第，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那佛法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一道要练习的功课就是什么？先能降服十魔君呐，擒贼先擒王啊，打蛇打7寸，抓重点。这10种魔就是10种烦恼，就是我们要去克服它的。分别是什么？欲、忧愁、饥渴、爱、睡眠、部位、疑、寒毒、名闻利养、自高慢他。要降服这十魔君呢，也就是要破解这10种烦恼的话呢，方法就是勤修6度波罗蜜啊，就是这个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6个方法嘛啊。那修持这6个方法呢，不但能够自烦恼中解脱，也可以自利利他。那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8个可以协助我们破魔的功夫，还有8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8个可以帮助我们将烦恼破解的这个助道呢，就是正见、正知、正念、正定、正命、正业、正精进、正思维，统称为8正道啦。每一个都是正，就是强调以正破邪，以正破魔啦。这个8个就是我们的保镖啦。身心的保镖啦，保护我们的啦。智者大师有一句开示说得很好，他说转魔事为佛事，极为巧慧。在问那个智者大师啊，好，那如何降服他，如何转化他呢？智者大师就说了，但了唯心呐，见无所见呐，若取之，则心外有境，变成魔事啊。经文比较深了我们用白话文，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降服的魔啦并不是有形有状的妖魔鬼怪，而是唯心所示现的种种幻象，也就是心魔啦
庶民语言叫做疑心生暗鬼啦。那我们要能够深刻了解学佛路上或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的障碍跟魔考呢，都是自己内心的贪嗔痴所变现出来的啦。它的源头就是这个啦，源头就是因呐，从因下手啦。那只要我们能够以坚定的信心跟智慧去面对，那自然就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啦。不过这个也是要长期修炼才有办法啦，不是几年功了。然而呢，想要除去外在之魔容易啊，要除去心中之魔就很难呐。因此，修学佛法是强调反观自照，修炼己心。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强调好几次了哦。尤其是反观自照，短短4个简单4个字的，但是却是意义深远呐。所以修持的功夫如果浅薄不坚，那就无法战胜心中的魔啦。你道不够强啊，这样修行的路或人生的路，就走起来就会很辛苦。因此，很多人就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来比喻一个人呐，获得相当的成就之后呢，往往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跟挑战。这个解释跟刚刚前面讲的告诫修行者要警惕种种的诱惑啦，这2种解释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都很有道理啊。有时候不是魔很强啦，而是我们自己的道心很脆弱。有时候虽然魔很强，但是我们的道心更强，所以可以化魔为佛啊，这个功夫就厉害了。2种解释呢，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提高警觉，不可掉以轻心呐，不能够轻忽大意啊。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感觉已经是道高一尺喽，那恶魔也是会魔高一丈啦。所以不管你是修到什么程度，磨练跟模考呢，也是不会中断的啦。小学考小学程度，中学考中学的题目，大学考大学的题目，不一样啊。你只要进了厨房了，就不能怕热了。你要修行就不能怕魔考了，意思是这样子了。那要辟邪或驱魔，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嘲笑那个讥啊，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业障深重是从哪里看出来呢？就从我们的念恶、念头念恶可以看得出来。念恶就是意恶啦，念恶跟意恶是一样的，脑跟心是串在一起的。念恶跟意恶都叫做不怀好意的，从来没有把身边的人呢当作好人，这个就是意恶。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听到的都是传说中的是非长短，这个叫做念恶。那些修行人为什么能够做菩萨、做佛呢？其实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啦。差在哪里呀？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这句话我们要把它当作座右铭啊，认真去实践这句话，我们才会有所成就啊。即使世间人或我们身边的人有过失啊，这也是人家的事情啊，跟我们一点都不相干啊。尤其别人已经错了，我们更不要用自己的嘴巴去说别人的错，甚至把别人的错呢、过失呢放在自己心里，那这个就变成我们自己的过失啦。没必要去做这种傻事嘛。心里面永远保持对别人最好的印象，这个就是心善、意善、念善啊，跟刚刚讲的意恶跟念恶刚好相反啊。那千万不要把对别人的坏印象呢烙印在自己的心里呀。阿赖耶识里面如果有这种对别人的那种坏印象刻在自己的心板上啊，将来的果报就在恶处。这句话一听真是毛骨悚然啊，会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啊。
人群中呢，我们稍一不慎呢，心念上就会发生这种偏差跟迷失哦。其实这种修行的功夫，把它学起来，也算是一种什么道高一丈啊，不被它影响啊，更是一种德高一丈啊。法华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说哦：世尊说实道，波旬无此事，以是我定之，非是魔作佛。我堕以往故，为是魔所为。这句话也是很深，我们呢用白话文来解释。这句话是描述说，舍利弗刚开始听佛在开讲一乘真实法的时候呢，居然心中起疑呢。因为舍利弗只是小乘的智慧第一啊，他不是大乘的智慧第一啊，他还停留在声闻界的境界，不是菩萨界那种境界啊。所以当佛开讲菩萨道的一乘大法的时候呢，舍利弗怀疑，这个好像不是佛在说法哦，这个是魔在乱讲啊。所以才说我堕以往故，为是魔所为啊。这句话是舍利弗的他问自己啦，为什么我会怀疑佛是魔呢？原来就是因为我堕落到以往里面去了啦，所以连佛都不信了啦。因为有疑就无法生信嘛。那世尊说实道，波旬无此事啊。这句话意思是说，世尊开讲妙法莲华经，这是真实的智慧啊，也是实相的道理啊。那波旬无此事，波旬就是魔王啦。魔王或恶魔是不可能说出这种道理的啊，没有这种事情的。舍利弗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以是我定之，非是魔作佛。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清楚明白了啦，不是恶魔来冒充佛陀啊，而是真正的佛在身作开讲大法啦。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样解释呢，大家应该比较容易听得懂那只看经文呢，难解其意啊。总而言之，不信邪是很好。但连佛都不信，这个就严重了，甚至错把佛陀当作魔，或者错把恶魔当佛陀，那这样就是认贼为父，就很要命啦。所以学佛是这样，一念已毁就不得成就啊，已毁悉除，即得入于实质之中啊。对自己所修的法门没信心，有怀疑。或对师父所说的法产生质疑，这个麻烦就大了。不只是不得成就也因为有疑而不信，所以也很有可能呢说出质疑的话出来这个就造成谤法后果是更严重各位都知道，这个穆建连的母亲堕入这个恶鬼道其中一个业因就是毁谤三宝嘛。谤佛谤法也是会有很严重的业报农历7月快到了好像下个月吧，找个时间我们再来谈盂兰盆盛会的缘由，跟穆建连尊者他怎么去恶鬼道救他的母亲，我们来讲这个故事。这个典故很有意思好，我们今晚读书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